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愛情保衛戰》。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呢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我們都会開直播，我們的情感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接下來呢，一起來認識一下今天來到節目做客的幾位情感導師，歡迎大家。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願大家相愛容易，相處不难。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員白庆玲。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完美的，只有愿意相信你是完美的人。大家好，我是莎娜。心动不一定是選擇，但心定才是。大家好，我是雷鸣，還是心動了再選。大家好，我是曲偉。愛情中的滋養啊，不是甜言蜜語，而是你的每一句話，它都能接得住。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掌声歡迎今天来到節目求助的2組嘉賓登場，歡迎他們。本期第一对情感嘉賓，杨先生27歲，來自黑龍江，自由職業；艾女士23歲，來自黑龍江，教師。他們遇到了怎樣的感情問題呢？我們倆是通過朋友介紹認識的，到現在我們結婚不到1年。我愛人婚後一點情緒價值都不提供給我，我們倆過得特別不愉快。他只考慮自己的感受，從來不會為我考慮。我們現在每天都在吵架。我和我婆婆現在相處的也非常不愉快，我們已經陷入阴陽局了。短片人说婚後和婆婆相處的不太好啊，而且現在婆媳關係也出現了問題了，是嗎？是的。今天是誰要來的呀？是我要來的。你們結婚多長時間了？我們結婚是新婚不久，剛剛差不多快1年吧。談戀愛談了多久啊？談戀愛談了3年。3年，那其實時間也不算短了哈。那結婚前和結婚後差距就這麼大嗎？我覺得差距挺大的。怎麼說呢？就是我婆婆她一直都有喝酒抽煙的習慣，在談戀愛的時候就從來不當着我面抽煙喝酒，因為她可能也是知道我們家我父母她都不抽煙不喝酒，然後可能也是想给我營造這樣的氛圍吧，但是在結婚了之後也不顧忌了，就一直當着我面抽煙喝酒啊，怎麼樣，然後有一次喝多了還跟親戚吵架，吵完架之後都動手打起來了。跟谁的親戚吵架？跟他家那邊的親戚。反正但是最後就是2家已經不往來了，你知道嗎？讓我覺得我婆婆這個人比較暴躁，比較泼婦。那你們是婚後住在一起嗎？其實也不住在一起，但是他爸媽老來，在我家就是抽煙喝酒都很放肆。他经常来你們家会幹嘛呢？就是以前我們談戀愛的時候，他也會看看我們過得怎麼樣嘛。他会給我做飯啊，或者洗衣服啊什麼的，就是很勤快，然後也很对我很好。但結果婚後了之後，就開始往床上一躺，然後每天讓我起來給他做早餐。我要是起不來，就咣咣敲我門，就說啊，怎麼還不起來啊？哪有睡成這樣的？怎麼樣？然後就又讓我幹這，又讓我幹那，就是讓我覺得我好像在做一個婢女啊，就這種感覺。這個還不是你說我媽做飯不是很好吃，而且味道比較淡嘛，所以我媽就不做了。你有直接說出來說婆婆做飯不好吃？我其實沒有直接說來，就是我跟她說了，但是可能她就是直接完全轉述了。但我覺着他媽不樂意，不是僅僅是因為這個原因，我覺着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媽轉變的時候，大概是在我們倆快要結婚的時候，就是快要結婚了，不是準備訂婚，然後談一些彩禮什麼的嘛。然後我彩禮当時就是可能是要的比較多，就是我要了28万8，但是他們家聽到這個數字的時候，當場就甩臉色，然後破口大罵，對我說啊，怎麼能要這麼多啊？你值這個價嗎？怎麼樣的啊？就是這樣的。最後他們家說就只能出18萬8，但是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婆婆就對我一直都很不好了。我覺得是那個時候改变。那個時候是不是你對你婆婆也有意見了？那指定的呀，因為她當時都當着我的面对我又打又罵的，我覺得。什麼叫又打又罵呀？打你了？啊，对，上手了都。就是都要给我撵出去了的那種。不是，姑娘，咱不带誇大其詞的，動手是真的就上來動。就是也不是動手，就是把我一直往外推。就因為彩禮啊？是的。那你還跟他結婚啊？但是我就覺得其實我本來內心就是想要18萬8，只是說想要28萬8這個彩禮，然後就是想感受一下他家就是對我到底上不上心嘛。不是，首先我問一下啊，那個小楊啊，你母親今年多大歲數？母親今年50左右。咱們家是在哈爾滨哪儿啊？在哈爾滨的那個農村裡面。你媽媽什麼學歷？能問一下嗎？學歷應該是初中。一個初中的50歲的，一直在鄉村環境，
長到50岁的一位大姐说出这样的话，我问一下啊，艾女士，您能理解吗？其實後來也理解吧，但是我覺着，人家生活環境就是那樣嘛。但是我覺得他媽媽應該就是向我道個歉。您自己看啊，我就是說，咱不能說拋離一個人的成長背景，我們去判斷一個人的言行，這個不講道理。理解，對的。主要是男生當時也沒有什麼護準的舉動哈。對。所以呢，就反正這個雷是埋在這兒了。對，結婚的時候就鬧了這麼大一個不愉快的事兒。那咱就說說你們兩個人的日子吧。你倆這個婚後的生活怎麼樣？在生活中，他的消費還是稍微比較高的。之前我們兩個逛零食店，他每次去的話都是拿一些貴的，並且拿的很多。我呢就是平常拿一些便宜點的，盡量少拿一些，因為我们的生活壓力比較大嘛。然後我們需要有房貸和車貸需要還，我們還需要換一輛車。但是我就是在我的消費水平就是一直都是那樣，因為我是城裡的孩子，然後我平時買零食就是買那些東西。你自己掙錢吧？對，也是我自己掙錢買。然後他就覺得就是婚後了嘛，就是因為他現在是自由行業，大部分經濟來源在我這兒，然後呢就是我還買這麼貴的東西，他就覺得還是要為這個家省一點錢。也就是說他的收入是不固定的，但你的收入是固定的，大部分的開支可能還是你這邊支付的，對吧？對。但是他就覺得我買的零食太貴了。你老婆還有什麼讓你覺得她消費不合理的地方？平常花錢也是稍微有點大手大腳吧。就是我覺得我們的生活經費已經偏少一些了。我覺得這樣的話不利於我們以後生活嘛。每個月每年攢的錢也非常少。您剛剛有講說你們需要換一輛車，這個車是因為你需要換，還是因為你老婆需要換？這個是我要求的。對呀，所以你老婆只是有一個吃零食的要求，可是你結婚後明明還還着車貸呢，卻希望能夠換一輛更好的車。你的要求不低啊，小伙子。你有沒有什麼覺得是你老婆沒有必要的開銷，除了零食之外？他覺得我可能買護膚品這種東西可能是貴了一些，但是因為我們倆之前就是談戀愛的時候，可能那個時候他有正常的工作，穩定的工作，他就是對我還挺大方的，就是比如說過生日啊或者什麼的，就是儀式感什麼的都給我，就是比如說給我準備很大的那種驚喜啦，然後或者給我買很貴的衣服，或者是請我吃很貴的飯。以前他會給我買一大束花。到現在就是過生日，他連提都不提。然後呢，如果要是我提醒他了，他可能會回來給我買一枝花。然後呢，甚至有的時候，就比如說過節了，該出去吃飯了，然後他在家點一頓得了，也不給我做，就是親自做也不做。其實親自做挺省錢的，但是他也不做，他就是說你點外賣吧。那你們倆誰做飯呀？平時他做飯多一點。平時我做飯。但是他現在已經很少給我做飯了。那你對你老公咋樣啊？我覺着我對他還挺好的。老公覺得呢？你老婆對你咋樣？我覺得婚後我老婆偶爾有點公主病吧。公主病？啥意思？就是比較矯情，就是有的時候會要一些就是消費水平高一點的東西啊，比如說一些名牌的一些粉底啦，一些化妝品什麼的，這都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他有沒有什麼做的讓你比較傷心難受的事兒？他知道我貓過敏，但是在我們兩個處對象的時候還是領養了一隻貓，然後我結婚的時候又給我又領養了一隻貓。我覺得他一點都不關心我。但是養貓這個事情是我從小到大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不可能因為我談戀愛了或者結婚了就不去實現這個願望了。但是你過敏是什麼程度的過敏？是碰到貓毛啦，或者說一些東西啦，我就身上就會癢。如果你們家以後有了娃，你家娃體質隨，你老公就是也是對貓毛過敏，這貓還癢嗎？可能還會癢吧。就是你家娃過敏啊？我覺着，因為我覺得貓也是我的孩子。你對過敏真的是沒啥概念哈。對，你知道過敏會死人的嗎？對，我感覺我老公沒有那麼嚴重的過敏，就是吃過敏藥也是可以的，而且盡量不讓他們接觸唄。好，那個你們兩個人，比如說發生爭執啊什麼的，經常是誰哄誰呀？最後都感覺是自己和自己和解了吧。比如說有一次出差了，下了火車之後，
他跟他朋友就出去喝酒了，但是他没告诉我。然后呢，他喝多了之后就消息回不了，然后给他打電話也不接，發短信也不回，就整個失聯了一晚上，壓根都沒告訴我他幹嘛去了。結果第二天早上他就跟沒事人似的，連這個事情都沒提起，也沒跟我說怎麼解釋啊，他昨天晚上幹嘛了，怎麼樣。然後我跟他說我很擔心他怎麼樣，他還覺得我無理取鬧。我覺得出差應酬是正常的呀。再說了，我也帶我們那邊的就是出差地方的特產回來哄你了。他的哄我就是說一直說我錯了啊，別生氣了，就一直在那重複這一句話，沒有任何情感波動，就跟人機一樣。我就覺得他對我一點也不上心。然後結果他後來就哄着他自己生氣了，然後他就離家出走了，一晚上也不回來。當時我們兩個情緒波動非常大，不適合來聊這個事情。那你走那一晚上去哪兒了呀？我去外面和朋友住了。這樣的情況，結婚這1年發生了幾次呀？10次左右吧。你們倆談戀愛的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嗎？談戀愛的時候很少，談戀愛的時候基本上就是當天晚上就好了，就一直哄我，就也不會生氣。他那個時候可能特別怕失去我，但是現在我覺得他可能也不怕了，覺得結婚了就好了。現在也不哄你，也不給你提供情緒價值。對，平時就是我們倆出去買衣服啦什麼的。然後他從來也不說我試一件衣服，他說很不錯，很漂亮你很漂亮，怎麼樣？他從來就說就那樣吧，趕緊的吧，啥時候完事兒趕緊走吧。要不然就是比如說我們朋友出去玩的時候，在外面很冷，然後呢我就說那個我很冷，然後他就說我也挺冷的，就那樣吧，就是也不會把衣服給我什麼的，就是完全就根本就不是像別人家的老公那樣。我們結婚了以後，在生活中沒有必要知道這麼多的東西吧。但是在談戀愛的時候，你就會對我這樣做呀。所以就是不是不會，是願不願意的問題哈。他完全變了。你倆還有什麼是在生活當中覺得挺大的矛盾嗎？他的作息非常晚，非常不好。他是每天晚上1、2點鐘睡覺，11、2點鐘起來。我是每天11、2點鐘睡覺，早上7、8點鐘起來。而且我睡覺的時候，他呢看短視頻，放那個電視劇，非常非常吵。但是他跟我說過這個事情，然後後來我其實也改了，就是我把聲音調的比較小了。音量調小了，我們也會吵到我。而且他之前約會的時候，他也作息也挺正常的。那是因為之前我跟我朋友一起每天就是出去玩或者是我之前上班之前的那个工作，就導致我回家之後就很累，所以就能睡着。但是現在就是我的工作性質是可能一周就上2、3天班，那其他時間就是白天他也不讓我跟朋友出去玩，然後我就只能自己在家待着，也沒有什麼。為啥不讓你跟朋友出去玩呢？我不太喜歡他這朋友。之前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我們兩個拌了幾嘴，他轉身就走了。而且我們平常的時候聊天的時候，我稍微開個玩笑，他就冷臉了，然後不理我了。我覺得他朋友情商挺低的。但是我那個朋友他其實也不是情商低，他就是為人比較老實，就比較木訥那種，就是他不太理解別人是不是在跟他開玩笑，他覺得就是這件事情就是他說的就是真的，沒覺得在開玩笑，他就把我對象說的話當真了，所以才會跟我對象生氣。說什麼話了？這麼得罪人的話？什麼話？說你這小姑娘以後嫁不出去啊，怎麼樣？你告訴人嫁不出去是嗎？你這嘴也是真夠損的呀。對。但是他朋友我覺得也不怎麼好。就我跟他朋友第一次見面嘛，然後他那個朋友見完我之後回去就跟他說，這小姑娘挺年輕，然後感覺那個人長得也挺好看的，然後說就是感覺你拿捏不住啊，以後這小姑娘可能會跟別人搞曖昧，怎麼樣，讓我倆趕緊分手。他這朋友男的女的？男的。就是你哥們兒認為你只能找一老的長得難看的是嗎？因為你哥們兒原話嘛，說你這小姑娘一個是年輕，長得挺好看的，以後你拿不住，她肯定跟別人跑了。我哥們兒只是提醒一下我這只是提醒一下我這個事情而已，讓我提防着，而且後面我也不和我這個朋友聯繫了。所以就導致我倆現在其實沒有什麼朋友，然後天天就在家待着，要不然就是工作，然後就導致我睡不着覺之類的。你說這一結婚啊，我天哪，兩個人的問題一下全部出來了。這剛結婚不到1年，這就這樣了。你說這日子還咋過呢？不是，還有一個就是我特別想問，你的媽媽為什麼要老來你們家？多經常？你能告訴我嗎？你媽媽一個星期7天在你們家住5天？那倒是沒有，就是大概住個2、3天左右吧，一個禮拜。他家不是農村嘛，然後農村冬天比較冷，就會來我們家樓上然後住。所以你現在跟你婆婆是
什麼樣的關係狀態呢？就是已經不怎麼說話，陰陽局那種吧。我是覺得就是他媽媽那邊可以再溝通再商量，但是我覺得主要是他对我的态度变了。然後他老是说就是可能是啊我没有錢怎么样，钱都在你那里。但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喜歡我，他可以借錢嘛，借錢給我送禮物什麼的，那我也會很感動。很感動了之後，即使他是借的錢，我也可以幫他把這個錢還掉。但是我要看到他的這種態度，我覺得借錢表態。我覺得結婚以後這些東西可以稍微減少一些了。他就覺得這些儀式感什麼的都沒有必要了，然後也不怎麼哄我什麼的。那我問你，你現在後悔結婚了嗎？有點後悔。如果他以後就是這樣，甚至還會可能每況愈下，你還要過下去嗎？就是反正我覺得結婚這個事情就是必須要有愛情的存在。如果就是哪一天他真的不愛我了的話，我可能就不會繼續下去了。但是我覺得他現在就是已經有不愛我的跡象了。所以你今兒是來給他扎個針兒、敲個警鐘，還是想問問他到底還愛不愛我了？問他到底還愛不愛你啊？對。哦，就這一個訴求。對。男生你就有啥訴求嗎？我覺得就是婆媳關係嘛，這個事情。這個是你困擾的。啊，對。希望他們兩個人的關係能緩和。嗯。那這事兒不是在你嗎？他覺得是我的問題吧，應該。嗯。所以那你今天除了婆媳關係還有別的訴求嗎？消費少一點。嗯。消費少一點。也就是說，這個女人嫁給你，她要把她的生活的質量和水平下降，跟你同頻，對吧？是的。貧是哪個貧？貧窮的貧。對，好，那老師們都聽明白了吧？哎，那個18萬的那個彩禮，你把這個錢最後是返還給你們這個小家庭，還是被你爸媽拿走了？哦，在我們這個小家裡，就相當於這個錢是給我們家小家的一個創立吧。你老公想買車，是想用這個18萬8再湊一點，就可以早點買了，對嗎？有一部分吧。他覺得這10萬8可能要拿10萬塊錢去買車，然後自己再添20萬。哪兒來的20萬？因為他現在是自由行業，但是他覺得他以後可以掙大錢，現在就是沒有這20萬。他現在收入每個月多少？4、5千吧。能固定嗎？不太固定，有的時候可能就沒有。你每個月賺多少啊？我每個月大概賺7、8千。我再有一個問題，就是他推你那次，你媽知道他推你嗎？知道。那你媽的態度是什麼樣的？其實他們是不同意的，但是後來就是看我很堅持，然後才鬆口的。反正新婚1年不到，就這樣一個情況。待會兒老師們看看還怎麼救吧。來，米娜老師，我是建議離婚哈。雖然說剛剛結婚沒多久，但是如果問題太早的暴露了，我們就不如早一點治療，早一點解決它，以免以後可能拖得久了，有了孩子更麻煩。我覺得你的丈夫現在對你的控制有很大部分來自於你是掙錢的主力軍，他控制你就像控制住了自己的錢包一樣，他只有控制住你的開支，他才清晰的知道自己這個月家能怎麼活，下個月家能怎麼過。不要相信他說的什麼未來他能夠掙到大錢，因為他的慾望比他的能力大，他支撐不住自己的這些慾望和野心。然後至於您所說的這個婆媳矛盾，眼下還都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很快，如果你不離開這個家庭的話，能夠想象你們有了孩子以後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婆婆一邊喝着酒，一邊給寶寶調奶瓶，或者是你看到婆婆在用她剛剛喝完酒滿嘴酒氣的嘴去親寶寶，你作為一個母親，你隨時會炸毛。而他們家都會告訴你說，我們家就這樣，這是我們家的傳統。你不能夠因為談戀愛的時候覺得這個男孩跟你在一起開心，你就忽略掉兩個人原本這麼不同的背景、生活方式這麼不同的人的共同生活的難度。這一次進入婚姻之中之後，你再問一個問題，叫做男孩還愛不愛我？他嘴上可以說10000遍愛你，但如果你感受不到愛，那就不是愛。一個男人說我愛你啊，你說我冷，他說我也冷，請問這是愛嗎？所以這樁婚從我的角度上來看，我希望的是拆了它。你們倆從作息習慣到生活中現實的方方面面都不適合結婚，還有這個婆媳關係。你母親喝大酒，咱們不說是生活的環境可能十里八村都是那樣，
但是你不能推他呀，你给他一个粗鲁的一个状态，一个动作，還要去拍他的門，還要3天2頭的來到你們家裡。這個家的女主人是她，不是你的母親，請搞清楚一點。這樣的話，有孩子以後會怎麼辦呢？就像剛才米娜老師說的那樣，讓你媽媽暈暈乎乎的去給孩子餵奶，還是讓她很粗魯的對待孩子，然後影響到孩子的教育，你這個東西能細想嗎？你細想全是問題。所以說他找你不是為了讓你得到幸福，而是讓他自己能夠早日換車，早日讓自己過得更好，既不是為了家，也不是為了孩子。而且從一個沒有進門的媳婦就能說出什麼你值28萬嗎？哎呦，太厲害，太狠了。我的建議是趁着現在還沒有生孩子，趕緊就是做一個了斷吧，對於這種婚姻。門當戶對這4個字真的有道理。2個原生家庭的成長環境以及背景、認知，更多的是精神層面是要相當的。你們家可以沒有那麼多的錢，但是最起碼你的認知體系、你的整個家風跟我們家是一樣的。但很明顯，你們2個人的原生家庭家風不一樣。第一個我覺得可以讓你分開的點是，當你了解到他的家風是這樣的時候，你就應該要想到未來我會成為這個家庭當中的一員，我要怎麼相處。第2次分手的機會是在於提出彩禮的時候，你的婆婆無論是她的環境也好，還是說她的認知也好，當她對你說出那番話的時候，你就知道我嫁過去就是我告訴他們家了，我就是不值錢。所以為什麼現在你婆婆、你老公可以這樣對你？因為你在結婚明碼標價這個環節的時候自降身價。第3個分手的機會是在你們結婚之後，你老公對你的忽視也好，沒有提供情緒價值也好，還有轉變也好，還有你跟你婆婆關係的惡化也好，等等等等，其實每一個瞬間你都可以走，但是拖到現在，你其實內心抱着一種幻想，是你希望你能憑一己之力改變這個男人，改變這個家庭。姑娘，這真是個幻想，不可能的。就這樣。小楊，你明白他們仨說的是什麼？雙方家庭的差距吧。說的是你老婆為什麼還沒跟你離婚？你覺得這事兒能接受嗎？你要覺得這事兒能接受，我不聊了，因為你特別平靜。不是的，我還是想來挽回一下的。好，你告訴我，除了當然賺錢這事兒咱不說了啊，因為就是一個人能賺多少錢跟認知水平相關，咱不說了。除了這個之外，你能做點什麼讓你的妻子不跟你離婚？你願意做點什麼？先把我自身的一些毛病先改。比如說行動1。行動1就是之前3位老師說的，就是他們仨說的重要，還是你老婆說的重要？你要讓誰跟你過日子？是他們仨還是你老婆？你要讓誰跟你過日子？當然是我老婆了。對，那你老婆希望你改變的行動1是什麼？對她愛護呵護吧。是，請具體化到行動，比如說以後你買零食，我絕不廢話。比如說那30萬的車，我做夢呢。比如說以後我媽來了，她的飯我做，她再敲門我等着去。就如果我想跟一個人過日子，他起碼他的需求我得聽吧，對嗎？是的。我都給你提醒仨了，這仨哪個不是你老婆原話？能落實到行動上嗎？這些能。好吧，行，您來吧。就是你的母親說你值這個價嗎？然後給他推出去的時候，你做什麼反應？我當時肯定是攔着了，但是還是沒有攔住嘛。你力氣沒你母親大，是嗎？我覺得我媽力氣稍微有點大吧。啊，姑娘，你知道嗎？就是當你要去考慮嫁入一個家庭的時候，她的原生家庭你一定要觀察。通常一個暴躁的母親養出的兒子會是怎麼樣？兩種極端，一種是
外表很順從，但內心很反叛，因为他見識過情緒的破壞力，所以他會壓抑所有的負面情緒，但不說明他就不會發脾氣，他會的，但是他會忍，然後用一種其他的方式去發出來。還有一種就是學，直接複製自己母親那種狀態，他屬於前一種，他可以說不是不愛你，但他不能表達這種愛。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母親能在你們家敲你的門，讓你起來吃飯，他無能為力。他拉不住他母親推你，他無能為力。所以他在表達愛的時候，他很木訥。所以你要考慮和一個不懂愛、不會愛的人在一起，是否會幸福？但是他之前我覺得他還挺正常的，就是結婚之後才開始這樣的。為什麼結婚之後變了？母親和他是什麼角色？極度近的親密關係。你在婚前跟他是什麼樣的關係？他要敢這麼對你，你就走了。就當那一扇門關上之後，那證拿到之後，他覺得你就是我一個親密關係，所以他就會一下任性自己，放飛自己，所以他就會在本來哄你的時候，哄着哄着自己怒了，走了。因為他如果再跟你對峙下去，他會怎麼樣？就可能像他媽媽一樣，用情緒來傷害你。所以他跑了，他也憎恨或者說他厭惡這種關係，但他處理不了。你能成為他的救世主嗎？如果不能，我覺得那你就躲開，好嗎？我就說這麼多，就這。好，謝謝楊先生和艾女士。那接下來呢，請我們的嘉賓回到門後，考慮一下是否要出來。好，謝謝你們。歡迎大家通過金雲 App、天津 IPTV 網絡電視、萬事達手機客戶端觀看本期節目。來吧，我們一起來開門看答案。3、2、1，請開門。看來這姑娘是聽勸啊，這3位老師苦口婆心的這三個女人，苦口婆心的拆。但是其實目的不是為了拆，是希望還是希望他好，他們對能夠找到適合他們彼此的嘛。不管怎麼樣，都希望他們每個人能夠幸福。好了，這就是我們這一期的愛情保衛戰，我們下期愛情保衛戰再見。容美好，共未來。天津衛视。